这种禁制，当年师傅只传给了我，没想到头一次用，却是用来对付师姐。湖外有宗门大阵隔绝气息，倒也不怕动静太大了，便在此地布置吧。多年不见，他在阵法之道上着实下了不少功夫，足以登堂入室了。还有这些灵虫，看上去也颇不好惹，加上适才感知到的那股磅礴神识，看来他这元婴修士的身份还真是名副其实啊。落日殿，历代偃月宗大长老居住的地方，修建在灵眼之处，殿中禁制重重。这一日，一道尺许长红光从远处飞来，在禁制外盘旋几圈后，毫无阻拦地遁入大殿，穿过数层禁制，飞进一间侧厅。厅中一名面目秀美的冰冷女子正闭目盘坐，肤色雪白，约20余岁，周身散发阴寒之气。红光化为火团落在此女手中，她盯着火焰，面无表情，忽然一翻手将火团熄灭，喃喃自语道：这丫头搞什么鬼，竟主动要见我，既然口风软了下来，过去看看也好。此女当即化身白虹飞遁而出，直奔南宫婉洞府。片刻后，她落下遁光，打量四周，洞府外禁制仍然残缺不全，一切正常。她抬手，一道法诀打在石门上，大门自行敞开。门后黄衫少女玉儿早已候着，大礼参拜。师姐随口夸她修为精进，问起南宫婉可还安分。玉儿回道：南宫师祖今日见了一名送贺礼的弟子，收了礼物后反有些不高兴。师姐不以为意，只当是旧日散修所赠，继续往洞府深处走去。两人行至大厅外，里面传来南宫婉的声音：师姐，你让我思量的事，为了本宗我可以勉强答应，但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先承诺。师姐一听大喜，不及多想，大步走入厅中，口中说：无论什么条件，只要你肯嫁，我都会答应。他走进大厅，定睛一看，南宫婉正坐在藤椅上，手持一柄银色巨剑横在身前，仿佛刚才的话不是他说的一般。师姐一愣，脚步放慢，但仍走入厅中。就在此时，他神色骤变，一只手臂闪电般向后抓去，五指射出寸许剑芒，正是玉儿所站之处。玉儿诡异一笑，身形一矮，黄光闪动，整个人没入青石地中，只留一剑被划破的黄衫。师姐心知重计，光华一闪，向厅外飞射，但一柄数丈长的青色巨剑从门外呼啸斩来，他十指连弹射出10道寒芒，击在巨剑上。忽然巨响中，巨剑化为数十口飞剑，剑阵中现出一名相貌普通的青年，正是韩立。师姐目光一缩，冷声质问：这是怎么回事？同时单手摸出红色令牌。韩立盯住令牌，沉声道：禁制令牌。师姐威胁说：这是偃月宗门内之事，劝他及早收手，否则将面对六派追杀。南宫婉冷冷道：师姐何必危言耸听，我在六派中又不是没有知心好友，若知你如此对付同门，恐怕反会对你不利。至于你手中令牌虽能引发禁制，但你以为我会给你施法的时间吗？说罢，他弹口一开，朱雀环喷出。师姐面色阴森，袖中黑白两剑飞出，化为丈许巨剑，白色冰寒刺骨，黑色炙热难耐，正是一对阴阳冰火剑。师姐握着红色令牌，念念有词，令牌上红光亮起。韩立哪会让他顺利施法，当即祭出银色小钟，钟口一横，但银色音波直照对面。同时2道法诀打在厅柱上，阵中禁制发动，青红霞光向师姐席卷而去。飞白飞剑旋转形成双色护罩，音波如同泥牛入海。朱雀环化为巨大火团击射，南宫婉同时暗中打出一枚朱邪刺。霞光中传来师姐闷哼，她惊怒道：朱邪刺已竟还留有1枚。虽只是小伤，但韩立已趁势祭出千重风，山风狂涨数丈向下压去。同时2道法诀打在厅柱上，预先埋下的阵旗禁制瞬间激发，青红霞光如怒涛般向师姐席卷而去。但火海之中猛然迸射出一道碗口粗的5色光柱，所过之处，光霞与火焰一扫而空。朱雀环被硬生生定在光柱之中，滴溜溜转动，竟无法挣脱凝光宝镜。师姐将宝镜向上一偏，又分出一道稍细的光柱射向千重峰。
韩立眼疾手快，催动山峰底部喷出大片黑霞与光柱对冲，黑色光霞与五色光柱在空中剧烈摩擦，沉闷爆裂声不绝于耳，两人一时僵持不下。师姐额头渗汗，又取出一面三角碧绿小幡护住周身，同时一咬牙，张口喷出一柄血色小剑，此剑通体血红晶莹，隐隐有黑气在剑内游走，一出便自行嗡鸣颤抖，血腥之气瞬间弥漫整间大厅。他猛然咬破舌尖，一口精血喷在剑上，血光爆闪，小剑暴涨至3尺有余。师姐握剑在手，浑身灵光狂涌注入剑中，向韩立头顶虚空一斩，这一剑斩出，他面色瞬间嫣红如血，气息骤降，剧烈的空间波动炸开，一道丈许长的血色剑气凭空出现在韩立头顶，猩红似血，邪气冲天。剑气尚未落下，附近的灵气便被一吸而空。韩立只觉周身一紧，整个人被无形之力死死禁住，连一根手指都无法动弹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道剑气不慌不忙，一寸一寸的向下斩落，血腥之气迎面扑来，生死悬于一线。南宫婉面色苍白如雪，想要救援却已来不及。师姐嘴角已泛起讥讽之色，仿佛胜负已定。就在剑气距离头顶不过3尺之际，韩立猛地深吸一口气，雷呜声轰然炸响，但金色电弧如同狂蛇暴起，瞬间遍布全身。血色剑气斩入电网，辟邪神雷所化的金色光弧层层缠绕而上，狠狠绞杀着那道猩红剑芒。剑气在其中左冲右突，拼命挣扎，每一次震动都伴随着刺耳的嗡鸣和火花四溅，金弧也在急速消耗，噼啪之声密如骤雨。韩立身上禁锢一松，他双手猛然上扬，2道手臂粗的金弧从掌心狂喷而出，精准地透过金网轰在血色剑气的本体之上。轰！震耳欲聋的爆鸣声中，电光与血雾交织翻滚，整间大厅都在剧烈颤抖。剑气发出一声尖锐的哀鸣，终于寸寸碎裂，化为血雾，被金网裹成拳头大小的金球落在韩立掌心。韩立低头看了一眼掌中金球，面色微沉，方才那一击消耗了他将近1/3的辟邪神雷存量。而对面师姐脸上的讥讽早已凝固，满眼愕然不信之色。南宫婉也谈口微张，怔在原地。血魔剑全力一击竟被正面接下，这个结果显然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。韩立没有给对方丝毫喘息之机，口中尖笑发出，盘踞空中的金色重云嗡鸣大作，铺天盖地向师姐汹涌扑去。师姐惊怒之下张口喷出银色小剑，双手急催法诀，银剑光芒暴涨，瞬间化为上千道纤细细银丝破空射出，化剑为丝，银丝如暴雨般洞穿重云，无数金花簌簌坠落，重云瞬间稀疏大半。韩立心中一沉，但仅仅数息过后，那些坠落的石金虫竟齐齐发出一声尖鸣，再次展翅飞起，重新聚成重云，卷土重来。师姐面露惊骇，与此同时，她身后绿雾中凤鸣声响彻大厅，赤红圆月驱散雾气，携着轮回神光的浩瀚威压当头照下。师姐腹背受敌，终于心知不敌，身形猛然一转，化作黑白金红向大厅顶部激射而去。她要逃，只要冲出洞府召集弟子，发动正派大阵，便可反败为胜。金红一头撞上厅顶，却被一层骤然浮现的红光硬生生弹了回来，石屑纷飞，却只留下浅浅一道裂痕。南宫婉早已发动了洞府最深层的隐秘禁制，封死了整间大厅。师姐面如死灰，再次抽出一张银色符箓催动，周身黄光包裹，向上猛冲，以破镜之力洞穿了第一层禁制，眼看就要遁出，却见顶部紫光一闪，一张若有若无的紫色网兜当头落下，将他严严实实罩在其中。银月轻笑着从屋顶浮现，手中紫线一收，网兜瞬间收紧，将师姐牢牢禁锢在内。师姐惊怒之余拼命挣扎，十指剑气和碧色火焰接连打在紫网上，却如泥牛入海，丝毫无损。银月收网将师姐彻底禁锢。南宫婉催动轮回神光，红月旋转一炷香后，师姐神智被迷晕，漂浮半空，面带诡异笑容，原因也无法出窍。南宫婉上前搜出储物袋，找出困心术令牌。韩立发现师姐储物袋中一枚乌黑指环与自己收藏的一模一样，一并收起。南宫婉取出血魔剑交给韩立，言：此剑威力太大，他不会用，但韩立的金壶能克制他，留以备用。至此，大长老被制，令牌到手，两人终于可以脱离偃月宗。然而华一门魏离尘与那位元婴后期大修士魏无涯的账，恐怕还没有算完。